托克耶夫高票当选，哈萨克斯坦可能会走上更加独立和中立的发展道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前一阵关于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的微妙变化，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哈萨克斯坦爆发颜色革命的情况下，俄罗斯火速出兵帮助了托克耶夫，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双方并没有保持蜜月期，而是在多个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曾经限制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过境俄罗斯出口到欧洲，而哈萨克斯坦呢，则明确拒绝在俄乌冲突上支持普京。托克耶夫在稳定国内局势之后，于9月17日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法令，将总统任期限制为7年，并在10月20日提前举行了选举。但他也毫无意外地以81%的支持率当选。普京随后祝贺托克耶夫，称俄哈之间基于良好传统友谊和互相尊重的战略伙伴以及联盟关系在顺利发展。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托克耶夫在国内启动扩大议会权力的民主进程，同时限制总统的权力，可不仅仅是为了证明纳扎尔巴耶夫的民主化道路是错误的。托克耶夫巩固权力计划的成功，将结束哈萨克斯坦独立30年来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他还在全面修复哈萨克斯坦的形象和经济增长，并在外交层面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明显要加强与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有一点需要注意，托克耶夫将更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会与莫斯科拉开一定的距离。据俄乌冲突开始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推动哈萨克斯坦进行军事和技术合作，但收效甚微。托克耶夫总统不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会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相反，哈萨克斯坦将压注于与美国、欧洲和中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美国是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最大投资者之一，中国则是哈方最亲密的经济伙伴。中国领导人今年开启的出访行程中，甚至第一个就访问了哈萨克斯坦。过去，俄罗斯把中亚的几个斯坦国看成是势力范围，但是从吉安组织10月份的年度演习被取消，再到有些国家领导人缺席俄罗斯主办的区域重要会议，都证明一场地缘政治大变局正在到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没有打出威风，那么这些国家呢，就有可能会走上更加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不发力，美西方就有可能在中亚推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中俄都无法接受的。支持哈萨克斯坦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都非常重要。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外交从来都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邻国发展合作，而且与中国合作是真的有好处。这就给了中亚国家一个排除依赖西方的选择。哈萨克斯坦在加强与东西方合作，其他的中亚国家也会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这种局面可要比北约扩展到中亚要安全得多。在11月20日投票时，托克耶夫特别强调该国必须奉行多项外交政策，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面临自己的势力范围缩水的现实。而中国则正在紧密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哈萨克斯坦未来的发展道路选择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